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咱们这个系列节目时间相当长啊，对比第一期，你可以看我这个头发都变长了。前两期节目，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了这4台机器啊，在外观、屏幕、通话以及拍照、录像等方面的详细对比测试。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迎来了4台机器在日常体验以及系统特性等方面的详细测试。那话不多说，咱们抓紧开始。小米的MIUI 啊，历经了13年之后，最终被定格在了MIUI 14。那代替它的就是全新的小米澎湃 OS。这个全新的系统呢，其实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下多设备系统融合，从而实现小米所提出的以人为中心打造人车家全生态系统的目的。具体到手机上啊，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首先在 UI 设计上全局统一的容器圆角，比如图标、控制按钮、桌面小组件、大文件夹、通知提示等等，所有出现的对话框和组件容器的边角都是统一的曲率，从视觉层面做到了协调统一。当然啊，这里也包含被大家吐槽过的灵动天灵盖。其次呢，自带的软件图标的重绘，通过色彩的细微调整，在扁平化的基础上啊，营造了些许的立体感，包括在悬浮小窗，通过加深周围投影，营造更强的层次感。而在操作逻辑上呢，比较大的改动就在于全新的通知和控制中心。首先啊，就是重置了通知布局以及全新的焦点信息，将正在进行的任务根据时间权重实时显示在通知中心，而控制中心下滑默认是无字模式。虽然可以手动开启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新的小米用户来说啊，只看图标还是没有之前文字配合图标操作起来那么方便。常规的操作按钮下呢，加入了米家设备的融合控制中心，可以实时看到设备状态，并且进行快捷的操作。对于家里面有很多米家设备的小伙伴来说，那就更加便捷。而这块区域啊，可以根据主动顺序位置或者周边网络实时调整设备的顺序。主次分明，更加实用。另一个操作逻辑上呢，设置界面中部分2级菜单栏的顺序有所变化，比如之前藏在3级菜单当中的调整亮度选项啊，本次呢挪到了2级菜单，省掉一步操作。还有像电话、短信、相册这些常用软件啊，顶部的标签2级菜单按钮被调整到了底部，这样也更符合操作逻辑。最后呢，就是动画效果上。明显的是艺术锁屏，整个锁屏界面啊可以实现高度的自定义。全新的渲染管线呢可以实现复杂的渲染效果，比如实现解锁时动态玻璃效果。还有比较常见的上滑通知栏的动画呢不再过度生硬，并且啊通知栏的图标以及时间等信息呢会根据手指滑动的速度做到从哪里来再到哪里去的动画效果，更加自然。当然，打断动画的整体呢也是非常丝滑。有用户总结一下就说感觉更果了，我觉得也是啊，当然这并不是贬义词。苹果的 iOS 系统啊，向来以流畅和稳定以及安全著称。这次 iPhone 15 Pro Max 系列升级 iOS 大版本之后啊，新增了为自己或者联系人设置个性化海报，这样打电话的时候能够实时看到对方的样子，还有碰一碰直接交换自己的名片，让对方看到你的样子，还有碰一碰传文件啊，也很直观。另外，当 iPhone 充电的时候啊，如果检测到横屏状态呢，结合之前的全天候显示功能，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时钟、照片等信息。当一个床头小摆件啊，也不错。这个功能啊，还带火了一批底座商家。还有一些实用小功能，比如屏幕距离，开启之后啊，能够判断你的人眼距离屏幕有多远，提醒你休息，避免用眼疲劳。还可以直接呼叫 Siri 唤醒对话，自动删除那些验证码短信，这点我很喜欢。还有浏览器隐私保护等等啊，详细的体验可以看我们之前这期视频。那回头来看 iOS 变化，那这几年其实变化不算特别大，那更多的呢是提高易用性、用户的粘性以及一小部分用户所用到的特殊功能拓展。比如说 iOS 17当中呢，加入了个人声音，面对特殊的临失声的人群，可以通过录制自己的声音，提前实现自己声音的数字化的创建，这样可以在打电话的时候呢，通过键盘输入文字，实现实时的语音交流。而且语音生成过程都是本地的，不用担心信息泄露。不过目前的 iOS 版本呢，还只支持英文的语音录入，期待中文早点加入。当你不方便说话，只能打字和对方交流的时候，iPhone 就可以把这些字变成你自己的声音发给对方。 I'm driving, will call you back later. What are you doing now? 虽然听起来效果还没那么好，但这套声音库啊，完全是由 iPhone 本地生成的。
你不用担心声音上传到网上可能有风险。这应该就是 iPhone 他们家的 AI 和别人家的大模型不同的地方。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相对较为封闭的操作系统啊，在一部分场景下其实不见得是坏事。还有更加适合爷爷奶奶使用的老人模式，开启之后啊，可以针对单独的 App 进行放大适配，并且呢，常用功能也进行了更加简洁的处理。这也是目前体验过所有手机系统当中对于老人优化的最好的了。总的来说，一些安卓手机用户呢，深恶痛绝的应用顽疾，在 iPhone 这边啊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当然啊，也有消息传出啊，欧盟打算要求苹果必须要开放侧载，也就是第三方商店入驻到 iPhone 系统当中。如果苹果未来真的开放了这个功能，你觉得对于 iOS 来说它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华为的鸿蒙经过最近几代大版本的更新啊，那如今也是越发成熟了。而本次鸿蒙4的升级呢，重点在于4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多款主题风格的加入啊，更加的有个性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提升效率的实况窗、通知中心以及万能卡片。第三，则是互联中转啊。第四，就是一些小细节的更新，比如说数字资产的继承、儿童远程的守护以及应用管控中心。首先看个性化风格，这次全新的个性主题包括趣味心情主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自定义 emoji 表情，从熄屏到亮屏再到锁屏过渡是非常顺滑的。全景天梯将实时天气状态映射到手机屏幕上，而且可以通过机器内部的陀螺仪实现交互，俯视、平视、仰视多个角度背景切换。艺术杂志主题将照片通过抠图叠加景深背景，还有图标颜色的统一，快速出效果。在效率提升方面，通知中心啊根据时效主次进行了自动排序，更加直观，可以理解为3个层次，也就是正在、马上和未来。比如说最上方显示正在运行的服务卡片，紧接着是马上要完成的进程或者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最后呢是无关紧要的广告，主次分明，让你看到你最想看的。不过呢，针对于本次 Mate 60 Pro 上的3枚挖孔啊，还没有进行单独的适配，目前还是像其他鸿蒙设备一样，通过左上角的胶囊显示实时状态，官方称之为弦乐窗。还有一个地方很有特点，大幅提升效率的超级中转站，你可以在中转站直接预览查看文件，直接拖动就可以跨应用发送，非常方便。其他的比如说鸿蒙超级万能卡片也都进一步完善，操作以及堆叠逻辑啊越来越优秀。最后呢，就是全新的应用管控中心，主动限制关键信息的访问权限，防止隐私泄露。而新加入的方舟引擎啊，提升了动画的流畅度。具体的表现咱们稍后对比去看。三星的 One UI 啊，一直让我又爱又恨啊。那在11月底，它推送了最新的 One UI 6，升级比较大的就是控制中心，可以说是打掉重做了。首先呢 ，One UI 5当中需要2次下拉才能进行的操作按钮，在 One UI 6当中，开启快捷即时访问时只需要1步操作。上方呢，时间周围的空白位置重新利用，整体按钮数量更多，而亮度调节以及选项下方还增加了针对护眼、黑暗模式的快捷调整按钮。通知中心里呢，针对一款软件不同时间的推送内容进行自动的整合，让信息呢不再杂乱。对于正在播放的卡片啊，通知栏呢会保留最后一次使用的大小，再次下拉之后仍旧会保留你的喜好。在操作逻辑方面啊，这次三星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桌面的多手势操作终于加入了，整理图标啊终于不用等动画了。此时我们又看了看隔壁的 iPhone。此外呢，还有新增的相机快捷卡片，可以提前设置好相机参数，点击桌面卡片呢进行快速的拍摄。相册当中啊，上滑图片可以看到之前橡皮擦功能，也就是消除路人，直接提到了样章的右下角。而之前这些功能都是藏在2级菜单里的。与之并排的还有重录功能，就是对已有的样章啊再次进行 AI 计算。其他还有默认字体的变化、相机界面按键、视频播放按键布局。文件管理器当中啊，回收站整合了已经删除的录像、录音、照片，那这些细节的变化就不再过多介绍了。总之呢，就是三星的 One UI， 你感觉它有不足的地方，其实都有办法解决，但解决的过程啊，就需要你花不少的时间去查找三星使用说明。就好比啊，别人家系统都是精装修的洋房，而三星呢，则是毛坯房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需要你手动打造摆放到合适的位置。当然反过来说呢，整体的自定义程度也是安卓机型当中比较高的，而且你还要请一位管家啊，那就是 Good Lock 这样的插件。最后咱们直观的来看一下上手过渡动画的对比。4台机器的开屏动画，华为的鸿蒙4啊，这次感觉有点轻微的停顿，接着出现桌面图标，打开程序以及返回桌面动画当中，4台机器呢都是采用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动画策略。
不同的是，2级菜单过渡方面，三星的 One UI 5以及刚刚更新的 One UI 6都是不同于其他的翻页形式，采用的是下浮的形式。其次，返回上一级界面的过渡当中也采用了渐引动画，所以呢，主观感觉视觉动画就有点一般。其他一些交互动画，4代机器呢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下一个环节，我们将小米还有三星升级到最新的澎湃 OS 版本以及 One UI 6，再来看一看。这里我们尽量去调整运动的节奏。这回你更喜欢谁的动画表现呢？iPhone 的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当你的手指滑动越快，屏幕越流畅。但是呢，在慢动作镜头下，手指离开手机屏幕或者是缓慢上下滑动的时候，可以看到画面还是会有轻微的卡顿。当然了，肉眼感知会没那么明显。在系统流畅程度方面，我们挑选了23款常用的 App 进行测试。在应用打开速度方面，iPhone 的速度是最快的。打开这23款常用的程序呢，一共是52秒。搭载了MIUI 14的小米13 Ultra， 在测试过程当中出现了2次桌面卡死的情况，而且在返回的时候，动画也有卡顿的感觉。不过呢，小米的打开速度仅次于苹果，用时68秒。表现靠后的就是搭载了 One UI 5的三星 S23 Ultra， 测试到一半的时候也出现了返回动画卡顿的情况，最终用时是86秒，这和第一名的苹果相比差了近半分钟。然后我们又将小米和三星升级到最新版本的澎湃 OS 以及 One UI 6之后，再进行同样的测试。打开速度方面，小米的澎湃 OS 相比较于之前的MIUI 14呢，快了2秒，整体的动画呢更加流畅。而三星的 One UI 6相比较于之前的 One UI 5提升就比较明显了，整体应用打开速度提升了18%，但是呢，整体卡顿的情况还是有几率发生的。除了大家都有的功能之外，这4代机器还有各种新功能，还有一些自家独有的玩法。比如说，主打徕卡影调的小米13 Ultra， 不仅可以在相机专业模式里细化去调整徕卡影调，还可以搭配官方推出的摄影套装，搭配专门的67毫米镜头滤镜，实现更多的拍摄效果。iPhone 这边呢，新增了快捷指令按键，可以一键开启很多功能，比如说垂直一键扫码，平放一键展示收款码，左边握持一键拍照，右边握持一键原神，还有屏幕朝下一键录音。感兴趣的小伙伴就可以搜索相关的教程，确实很方便。当然了，快捷指令玩法不止这些，能实现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这次换装了 Type-C 接口就可以实现和 iPad 一样的功能，比如说接显示屏，还有扩展坞、拷贝 C 口 U 盘文件。反向有线充电，相对于 iPhone 14系列确实是一大升级华为 Mate 60 Pro Plus 前置深感摄像头的加入，让隔空手势呢终于回归了。对于喜欢做饭、洗脸、化妆但不方便用手指操作的小伙伴来说，绝对是福音。另外呢 ，AI 信息保护也相当实用。当手机检测到你的手机前面不只是你一个人，有多个人同时看的时候，就会自动隐藏掉重要信息。而只有当你自己去看手机的时候，才会显示完整的信息。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不过这里需要注意华为 Mate 60 Pro 呢是支持质感扫码，也就是敲击背面或者桌面状态下对准二维码自动扫码。但这项功能却在更高配置的华为 Mate 60 Pro Plus 以及非凡大师上面还没有上线。这里还有一个单独的独家功能，我觉得很重要，这就是 Pro Plus 版本以及 2S 非凡大师版本独有的静谧通话功能。这里咱们展示对比一下。您好，随行请拨110，活请拨119，急救中心请拨120，
交通故障，请拨122。 You can dial 110 for police emergency, 119 for fire emergency, 120 for first aid center, 122 for traffic trouble. 您好，随行请拨110，活停请拨119，急救中心请拨120，交通故障请拨122。 You can dial 110 for police emergency, 119 for fire emergency, 120 for first aid center, 122 for traffic trouble. 您好，随行请拨110，活停请拨119，急救中心请拨120，交通故障请拨122。 You can dial 110 for police emergency, 119 for fire emergency, 120 for first aid center, 122 for traffic trouble. 您好，随行请拨110，活停请拨119，急救中心请拨120，交通故障请拨122。 You can dial 110 for police emergency, 119 for fire emergency, 120 for first aid center, 122 for traffic trouble.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如何呢？行，有啥事儿你说吧。啊，就是咱整个团队成员升职加薪，是这意思不？行，好的，我知道了。喂，老板。行，有啥事儿你说吧。今年也没接多少广告啊，现在公司账上比你脸都干净。这边就按你说的，先裁员吧。行。还有你那车，明天银行说过来收走。可以。公司门口那自行车是我的，先进去开2天吧。好的，我知道了。行，不用感谢了。啊，你说吧，啥事儿啊？我这忙了，你说吧。啊，好，啊，行，亲爱的，我也爱你，好，回去见，拜拜，结婚这么多年还这么幸福啊？哎呀，还行吧。你说吧，啥事儿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家？我这忙了，你说吧。天天这样，年年这样，不想过了吗？明天就办离婚。啊，好，我要和你离婚。亲爱的，我也爱你，好，回去见，拜拜。你在这儿给我装霸道总裁呢，是不？结婚这么多年还这么幸福哎呀，还行吧。我个人觉得啊，对于经常需要商务办公的人群来说，还是相当有用的。再也不用担心在封闭空间里泄露你的通话内容了，比如说在电梯里啊，或者是在汽车里面，确实还是相当实用的。未来身价100亿的我，现在就可以提前实现了。华为 Mate 60 Pro Plus 拥有重磅的天通卫星通话功能，可以在户外没有网络的地方通过卫星来拨打电话。使用的时候呢，也比较的方便，只需要在户外对准卫星的方向，找到卫星就可以拨打电话以及发送短信。另外呢，就是通过天通卫星来发送短信的时候，注意看，这里是可以携带当前的位置信息。这样的话，对方收到你的文字信息，还能查看你的实时位置。当然，这里要提醒一下啊，目前这项业务呢是中国电信卡。来问一下各位老板啊，你目前在用哪一家的运营商呢？华为 Mate 60 Pro Plus 支持双向北斗卫星消息，在地面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甚至我们拔出 SIM 卡的情况下，依然可以通过手机本身来向外界发送卫星消息。北斗卫星消息呢，也是可以携带用户所在的位置，而且呢是生成轨迹地图。接收方如果同样是华为手机，那么直接就会在畅联 APP 当中查看和回复。如果对方呢使用的是其他品牌的手机，则可以使用短信或者网页的方式来查看你的信息，并且给你回复消息。这样呢，就真正做到了双星合璧、永不断联的极致体验。想象一下啊，即便你到户外探险，到了一些极端的环境啊，也同时有2套卫星系统为你保驾护航。三星的 S23 Ultra 除了熟读三星使用手册之外啊，妥善的使用 Good Lock 插件，可以让你把手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看得到的到看不见的，通通都重新装修一遍。下面马上要上市的 S24啊，也需要你好好用用这个软件。当然啊，这些都不是 S 系列的独有功能。S Pen 这支笔才是三星的 Ultra 专属的标志，这也是三星 Note 系列的香火延续。比如说，长按笔身按键实现打开软件以及其他的快捷操作；悬空操作呢，则是可以在按下按钮的同时啊，进行隔空动作的操作。比如说，返回上一级菜单。
返回主界面，打开最近任务、智能截图、截屏书写。而像是从浏览器选取图片直接摘抄笔记、圈选进行 GIF 图的录制、息屏快写等等啊，这些都是小菜一碟。重要的是，在遇到一些无法复制的网页端，那就可以长按笔身按键进行快速图片转文字的操作。相比较于其他手机截图呢需要勾选文字来说，搭配 S Pen 这支笔，那显然三星更加方便快捷。其他还有音乐 App 内快速切歌、相机应用远程拍照，总之多了一个笔这样的遥控器啊，那功能就多得数不过来了。而且呢，搭配 Good Lock 里面啊也会有针对 S Pen 的专门设置，比如说更换排版、更换悬停指针、拔出来自定义声音等等。总之啊，如果你对于手机呢有大量的手写需求、精细化的操作，那么三星的 Ultra 系列啊，仍旧可以给你独家的体验。除了系统以及旗舰机专属的特性，信号网络也是我们作为一台手机要考察的重点。那这里我们选取3个常用的场景啊，也就是普通的室内、地下的停车场，还有居家的 WiFi 环境，统一来测试节点。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相同运营商的同一张电话卡，在相同的位置分别去测试这4台机器在3大运营商网络下的传输速度。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没有流量限制和降速的 4G 套餐为例，开启5G 网络，每台机器呢在同一个运营商下连续去测试3次，并且呢将3次结果取平均值。经过多次的测试，一共调取了1164条数据。那我们抓紧来看一看分析统计之后的对比情况。首先呢是居家场景。先说结论，整体来说呢，华为以及三星的表现是较为出色的。华为的优势啊，在于上传速度表现更好，在我们所在的地区呢，搭配电信网络下载可以达到553，换算下来啊，可以达到69兆每秒。三星这边搭配3家运营商的网络，速度方面都是非常稳定的，一直是第1名、第2名的存在。小米这边则是中规中矩，而最差的情况还是苹果搭配联通卡的组合。另一组地下车库的场景啊，相同的测试方法。表现最好的也就是华为，尤其是搭配电信运营商的时候，下载速度呢可以达到45，也就是每秒5.6兆。在上一环节垫底的苹果啊，这个环节呢表现就好多了，而且还是搭配联通卡的情况下，这个测试结果还是让人挺惊讶的。在这种弱网环境里啊，三星呢不管搭配3大运营商哪一个，表现的都不好。而小米这回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均衡，没有很优秀啊，也不拖后腿。再看居家 WiFi 环境啊，这里我们使用800兆光纤。搭配第三方的 WiFi 6路由器进行测试。为了排除干扰呢，测试前我们保证路由器啊只连接正在测试的这1台机器。首先看下载以及上传的平均速度，小米这回表现最好，平均下载速度呢可以达到740，换算下来啊每秒92兆。而在上传方面呢，小米同样不俗。接着是华为这边，和小米啊差不多，排在最后的还是苹果啊。下载速度呢相比较小米和华为慢了24%，而上传速度慢了38%。最后呢还是要强调啊，网络测试呢是非常复杂的。这里呢我们只是展示一下我们所在环境里的网络情况，结果呢也仅供参考，大家可以参照我们的方法啊，把自己手头的手机进行一下测试，看一看速度如何。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作为各家的当家旗舰啊，性能部分还是很多人看重的。这4台机器呢，由于发布的时间间隔的是比较长的，苹果的 A17 Pro 呢，对比去年发布的骁龙8 Gen 2还是有不少优势的。当然，除了 GPU 的部分，但是 GPU 呢，苹果的发力点啊，显然在于 GPU 的硬件光追。比如说 A17 Pro 呢就可以玩《生化危机》这类的3A 大作了，而且画面呈现确实比较漂亮啊，当然帧率另说。但是呢，对比在它之后刚刚发布的骁龙8 Gen 3还有天玑9300来说，苹果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比如说在 CPU 多核以及 GPU 部分的跑分啊，都是比不过8 Gen 3以及天玑9300的。最后再说回华为的麒麟9000S，那根据我们已知的这些资料呢，麒麟9000S啊完全不同于之前常见的 ARM 架构的公版设计，而是全新自研架构的。那工艺制成呢，截止到目前也是没有公布的一个状态。
简单说啊，这枚芯片对于中国手机芯片行业确实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说成是从0到1，其实也不为过。需要承认的是，那确实呢和最新的旗舰处理器啊还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啊，大家也不用过分的去解读。一些常见的主流的跑分软件呢，对于这款处理器啊，目前也不能给出一个很详细的分析和数据列表。而使用现有的跑分软件对于这枚处理器进行测试之后，现阶段呈现出的跑分呢，介于骁龙888以及骁龙870之间。我们继续来看游戏部分的测试，看看跑分之外啊，大家的实际测试如何。这次呢，我们稍加一下难度啊，直接来测试长时间游戏的表现。比如说1小时的王者荣耀测试当中，4台机器的帧率呢都是可以维持在115帧以上。这里表现最好的是小米满帧运行，其次是华为和三星，最后是苹果。1小时的平均帧率呢只有115.4。看一下温度方面，小米这回比较出色，正反温度呢都没有超过40，其次是三星和苹果。而在功耗方面 ，iOS 17啊，由于目前软件呢还不支持检测，暂时还没有准确的结果。其他3台机器当中呢，三星整机平均功耗最低不到4瓦，其次是小米4.5瓦，而华为这边啊是4.79瓦。接着来看重度负载的原神，在测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苹果1小时的原神帧率表现是最好的，达到51.3帧，其次是小米和三星。不同于以往30分钟的测试条件啊，在持续更长时间玩原神的情况下，4台机器呢帧率都是有更大的波动。分析帧率图，你可以看到华为在运行到7分钟左右的时候，机身呢为了控制发热，会将帧率锁定在35帧左右。随后呢，三星是在13分钟将帧率锁定在50帧上下，小米呢是运行到18分钟左右啊，同样将帧率有所降低。苹果这边还是因为系统太新，测试软件还没有完全适配，我们实际肉眼观感的帧率要比测试得出的51帧感觉上要更高一些。另外在画质方面，苹果是4台机器当中表现最好的，对比下来呢，能看到细节会更多。那这样的代价呢，就是温度是这4台机器里边最高的。1小时结束之后啊，背面最高是46.5，正面呢最高45.6。如果你带壳的话啊，这温度上升会更多，建议还是上散热器吧。不过总体来说，温度和帧率表现成正比。来看一下温度图，4台机器的发热区域啊都是在左手区域。在功耗方面，苹果功耗呢只有4.2瓦，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回头看一看发热整体表现呢，似乎也不是很理想。总体来说呢，就是目前的 iOS 17.2这个版本当中的 iPhone 啊，功耗表现还算是不错，但是温度控制只能说是中等。看完了性能游戏部分，再来看一下4台机器的充电以及续航表现。电池容量方面，4台机器当中，苹果的电池容量最小，只有4422毫安时，其他3台机器啊均搭载了5000毫安时的较大电池。别看苹果电池容量最小，但是根据我们过去几年的经验，苹果的续航时间呢并不缩水。这里统一测试环境进行动态网页刷新、1080P 的视频录制、观看在线视频以及运行游戏《和平精英》还有《原神》各1小时，总共测试是5小时。那最终剩余电量，苹果这边表现最好啊，剩余22%，其次是三星20%，小米最低，最终剩余电量8%。最后呢，我们是继续测到死，连续刷动态短视频，看谁的续航时间最长。这回的测试结果呢，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我们的5小时测试之后，直至测到关机的状态下，三星这边啊，居然又额外坚持了2小时44分钟，电池表现相当强悍啊，位列第一。其次是苹果额外坚持2小时21分钟，接着是华为1小时19分钟，以及小米的46分钟。当然啊，华为和小米啊，在将要关机之前会自动进入应急模式，以备不时之需。当然了，这个模式啊，大家日常使用不能老惦记着啊，这样的话呢，在现实当中1%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燃眉之急，打个电话用。经过我们的实测呢，华为和小米啊，在进入到1%应急模式下，小米呢是可以连续播放视频26分钟，华为则是9分08秒。看一下充电方面，首先有线充电，小米的功率最高达到90瓦，其次是华为88瓦以及三星45瓦。无线充电，华为和小米啊都是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而国际巨头这么多年啊一直都是停留在15瓦。实测有线充电从0到100%，90瓦的小米呢用时38分钟，华为呢是55分钟，三星用时77分钟，苹果最长用时94分钟。我们继续用涓流充电直至完全充满，依旧小米最短啊，苹果最长，到完全充电100%一共花费了1小时53分钟，好长啊。而在有线充电最高功率方面，华为这边88瓦充电器的峰值功率最高可以达到78瓦，当然维持时间呢很短，只有2分钟。小米峰值75瓦，虽然没有华为那么高，但是呢高功率维持了4分钟左右。另外2家国际巨头呢都是没有超过30瓦。
最后啊，是关于随机的充电器方面，华为这边是2选1的接口，实用性不错。那小米啊，依旧是 A 口。关于这2款充电器支持的协议啊，你可以看到这2张图。而如今呢，部分国际大厂为了环保考虑，不得已取消了充电头。苹果在换装了 Type-C 接口之后啊，充电效率是大幅提升了。如果你有其他家的手机充电头，想要给苹果这边帮忙充电，你可以参考我们这张测试图。这么详细的统计，换你一个赞，不过分吧？下面再看4台机器的无线充电，小米和华为啊都是50瓦的无线充电，而苹果和三星呢均只支持15瓦的无线。好消息啊，苹果在 iOS 17.2版本当中呢更新了，并且支持了最新的7.2无线充电标准。简单来说啊，就是使用即便是没有苹果 MFM 的认证无线充电器，只要是7.2认证的无线充电器，也可以享受到匹配苹果原装15瓦的充电体验，很大的进步啊！这里呢，实测从0%到100%，小米的充电时间最短，无线充电用时57分钟，只比有线慢了20分钟。同样显示50瓦充电功率的华为，充至100%呢是1小时18分钟，比小米这边慢20分钟。之前我们在冬天低温的环境下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是会有一定概率冻关机的。相信如果你和我一样啊，身在北方啊，冬天用手机啊，特别是在户外用手机的话，应该是深有感触。刚好啊，最近几天哈尔滨的气温呢，也是来到了-29度左右，甚至你出去啊看体感温度，我感觉都是-30度了。那咱们就直接来一波冬天户外的测试，刚好可以给来北方旅游的小伙伴们一个参考。测试之前，我们统一将手机呢充至满电状态，并且呢为了加大测试难度，还加入了4台机器的防水测试。我们将4台机器啊直接浸泡在已经结冰的鱼缸里，露出一半。机器呢开启息屏显示，以方便查看电量还有时间，并且呢全程以直播的形式呈现。前2天看这场直播的同学应该印象深刻。这里啊，由于冰面以及水面的反光，实际温度呢，你可以简单参考旁边的环境以及鱼缸内的气球表面的温度。从测试画面能看到，周围环境啊大概是-22度左右。经过2个半小时的长时间测试啊，终于我们测试同事先冻关机了。反观这4台机器呢，丝毫没有一点要冻关机的意思。掉电方面，4台机器啊，三星这边仅掉了6%的电量，接着是小米只有5%的电量，华为它甚至1格电都没掉。测都测了，我们直接将水彻底没过手机，继续测。又经过1个半小时的耐心等待啊，4台机器呢还是没有关机。此时呢，距离测试开始已经过去4个小时了。掉电方面，4台机器显示呢都是没有出现异常状况。都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决定秉着不是手机冻坏就是人冻坏的原则，将4台机器啊搁在室外再冻13个小时。好，我们现在刚从户外把这个鱼缸抱进来啊，我们都是满电进行测试。今天晚上我们还会继续放到户外，下面这全是冰啊，已经冻得非常实了。大家可以从下面这块可以看到，上面是测试到3个多小时的时候，我们又添了一次水。92，三星剩余92%的电，华为剩余97%，苹果剩余94%，小米剩余91%。好，我们现在来到了户外啊，现在是晚上的8点整，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准备把已经测试了5个小时的4大旗舰放在车里，让他们在车里过一晚。然后明天早上我们会来看它的一个剩余电量。现在目前来说4台机器的状态都挺好啊。刚才我们已经看过剩余电量了，4台机器现在状态非常的好啊。现在我们从8点开始，然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看它一个耗电以及关机的情况。看来如今的4大旗舰不像之前的旗舰机型那么不抗冻，看来还是非常抗冻的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12月21号上午9点整，距离昨天晚上我们把手机放在户外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现在我们来看看4台机器的一个情况。然后可以看到鱼缸现在已经彻底冻破了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哈尔滨地区的温度是-21到-29，体感温度是-32度。接下来我们逐个打个电话，我们先来看小米。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看见
小米这个地方它是有个灯，然后我们能听到它的声音。好，挂掉。好，它在屏亮。好，我们再看下一台苹果。好，苹果看到了吗？这块它也是可以打通的啊，有一个接听的标志。好，我们再来看华为，挂掉吧。好，苹果亮屏了啊，这回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清楚。大家看到了吗？这有挂断的标志，亮屏了已经。好，挂掉吧。啊，是不是可以看到它这个亮屏的这个界面？可以看到啊。好，三星，我们再来看三星。啊，三星屏已经亮了，看到了吗？已经亮屏状态啊。所以说4台机器经过了从昨天到现在大概20个小时，在零下的环境里，当然我们是充满100%的电量去测试的，所以在这个温度情况下，4台机器暂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一会儿我们把它放到室内，然后把这个冰块化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它机器里边有没有冻坏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它顶部的温度啊，尤其它是冰块，所以这个温度可能不是很准，大家可以简单参考。现在是来到了零下18度，19，零下18到19度左右。可以看到测试结果还是非常激烈的，在已经冻硬的情况下，这4台机器呢依旧可以完好的正常接通电话，并且亮屏。这里呢，我们直接找来锤子敲开冰块，看一看手机内部的情况。经过长时间的冰冻考验，这4台机器的功能没有任何的问题。剩余电量方面，经过20个小时的测试啊，华为剩余电量86%，其次是小米82%，苹果最差只有75%。即便如此啊，这个表现也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注意啊，以上我们测试的初始条件呢是充满电的情况下，那如果是低电量的状态下，4台机器会不会冻关机呢？咱们继续测试的第2天，当天的温度啊是零下23度左右，4台机器呢在显示30%电量的情况下，固定在室外。刚到户外18分钟啊，小米这边就有低温提醒，但是机器没有关机。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下，经过5个小时的测试，这4台机器呢依旧没有关机。不过呢，我们也怀疑啊，这里是不是会存在虚电的情况？我们开启4台机器的1080 30帧的录像进行户外测试。这轮测试呢，苹果居然持续的时间最长，30%的电量，零下21度的环境里静置了5个小时，还可以在低温环境下持续录制38分51秒的视频。这个测试呢，属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一轮里面表现比较差的三星只录制了10分48秒。当然，在4台机器关机之后啊，我们挪到室内，将机器放置到常温状态之后再次开机。4台机器里面的 iPhone 应该是电量彻底耗尽，无法开机了。小米、三星可以正常开机，但是因为没电，随后再次关机。华为呢，恢复到常温状态下之后啊，开机显示剩余电量14%。通过以上的测试呢，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了啊，目前我们测试的这4台旗舰机型，特别是针对于要刚入手3个月左右的新机，它的电池状态啊都是不错的。即便是在零下20度左右的超低温户外，还都是比较抗冻的。至少我们手里这4台旗舰机型并没有出现意外，但是也会出现虚电的情况。如果呢你已经使用了那种1、2年的手机，或者是电池健康程度啊在85%以下的机器，如果长时间在低温环境下，还是会有一定几率关机的。如果是想来北方旅游的小伙伴啊，又想在户外拍摄的时候不受影响，那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花2块钱买一个暖宝宝，贴在手机背面就可以了。好
好了，通过这上中下3期节目的详细测试啊，2023年度科技美学4大旗舰对决节目也落下帷幕了。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小米13 Ultra 啊，在各个方面表现都是比较均衡的。徕卡影调啊，经过了2年的迭代，应该说呢愈加成熟了。至少小米13 Ultra 是对得起它的这个价格的，放在旗舰机型当中，甚至还颇有性价比。称之为旗舰机型当中的水桶机啊，也是不为过的。小米如果想要冲击高端，那联合徕卡加持，打造真正的影像旗舰，录像的优化就是接下来小米应该要重点发力的地方。苹果啊，依旧是苹果啊，虽然每年都有人唱衰它，但是并不妨碍 iPhone 呢依旧是目前手机行业里的标杆级别的产品。虽然是万年不变的外观设计啊，还有小修小改的 iOS 系统不过这可能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魅力所在吧，让苹果的老用户呢安心啊，没有陌生感，可以无痛的升级。也许正是因为有着 iPhone 这样标杆级别产品的存在做比照，那国产智能旗舰机型才能够在最近几年迎来如此迅速的发展和赶超。而且呢，今年 C 口的加入啊，也确实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加方便了。只是期待未来苹果呢，还是能够像曾经那样，每一年都带给我们一些惊喜，引领行业的进步。三星的 S23 Ultra 啊，作为安卓机皇，在国内的销量啊，这是持续走低，但是呢，丝毫不影响它的全球热度以及相当不错的产品力。当然了，前提是要抛开它的价格。发售那个时候啊，过万元的售价，在国内百花齐放的手机市场，确实比较下来让人望而却步。而当你看到这期内容的时候呢，这款三星 S23 Ultra 也来到了生涯末期。恰巧这个时间节点，7000元左右的终端售价，也许才是 S23 Ultra 原本的归宿。个人觉得，三星如果想要重新找回国内市场啊，确实还需要放下身段，真正的回归到大众。毕竟现在的手机市场啊，远不是当初了。毕竟你的产品得让用户能够真正的买到、摸到，他才愿意用得下去啊。最后说华为，绕不开的呢就是麒麟、5G 和鸿蒙，这当然也是这次华为 Mate 60系列最大的卖点。我日常使用体验下来呢，功能上确实是完全够用的。作为上帝视角呢，华为 Mate 60 Pro Plus 完全可以代表如今国产的高端手机。那抛开情怀所在啊，我们也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这台机器，正视目前国内手机行业的困境和可能存在的危险。而作为手机厂商呢，其实只要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的需求，那么上市初期有一些产品的终端的溢价倒是也可以理解。而作为普通用户呢，其实不用纠结太多，哪一家的产品能够满足你的需求，选择就好了。OK， 以上呢就是2023年度4大旗舰对决所有的内容了。不知道你对于今年这4台机器的表现是否满意呢？谁是你综合看来最有实力的那一台手机呢？1、2、3、4，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选择。应该说，过去这2、3年的时间啊，一直是这4家品牌唱对台戏。不过手机市场瞬息万变，大家来预测一下，明年2024年的4大旗舰将会是谁呢？我是大岩，这里是科技美学，咱们明年再见。别忘了到我们的动态去参加抽奖啊！这周就会有旗舰机型送出，总会有一个人中奖，为什么不是你呢？